晶啊，蓉蓉现在去拿药，拿了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现在怎么样？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还是你要喝点东西吗？晶晶，你不要吓大姐嘞！我在跟你讲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应一应我好不好？晶晶，姐，你别担心啦。刚才医生不是说他会没事的吗？哎呀，我说刚才那个医生啊，真是叮咚的。你看晶晶这个样子，他明明有事，他还说没事，这到底是什么烂医生来的？我们每一年还了一大堆所得税、产业税，还有消费税，还有 COE， 还有 ERP， 是为什么呢？是给政府养这些人咯。政府每天说医药成本很高，一个月几十千请一个医生当然高啦。现在每一个人听到要看医生、要住医院都怕得要死。不信的话，你现在生一个病或者是动一个手术，10年工作所存的钱都不够了。所以人家说你可以死，你不可以生病，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你看，如果花了钱请到好的医生来看你，至少还值得。刚才这样的医生，整个人都要死了。他还说没事，这样的医生我自己都会做啦。哎呀，你不要再乱说话啦！什么乱说话？我要在这里大声说，说完了之后，我要写信给部长、总理啊。像你这样静悄悄不出声，有什么屁用啊？人家在英文报写一个 complaint letter， 有关部门马上去 apologize， 你知道吗？这些人啊，他们每个月拿了几千块钱，就是专门听你 complain， 然后 apologize， 你懂不懂？大姐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姐，让晶晶回去睡一睡，明天就没事了。我们回家吧。哎呀，你这种人就是不敢面对现实啊！你看晶晶这个样子，我说一定有事的。就是咯，我也是越想越不对劲。什么不对劲啊？哎，大姐，我怀疑晶晶中了邪。中邪？不是吧？你不要吓我们呐！如果不是中邪的话，那怎么医生会说晶晶没事啊？而且啊，今天刚好是农历的7月初1啊，走夜路啊，很容易遇到那种肮脏的东西的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啊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大姐，你朝东南西北拜一拜。喂，我不用的嘛。你要来干嘛？你又不相信这些的。我相信星辰就灵啊！只要我们大家都希望四姐快点好起来，那她肯定啊，很快就会复原的。你，我什么？你以前对我跟我妈妈都没有那么好。你不问你跟你妈妈以前是怎样对我的？我。方好兄弟啊，我妹妹晶晶，如果不小心碰撞到你们，或者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请你们要多多原谅，不要怪她年轻不懂事。如果要怪的话，就怪我这个大姐好了。我是个大肥婆，3天3夜不吃东西都可以，但是我妹妹她这么瘦，1天不吃东西就已经不成人形了。你们不要再折磨她了，好不好？我莫晚晚在这里跟你们讨个情，抖隆抖隆啊！各路兄弟啊，我是鸡王，晶晶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如果呢你们能给保佑晶晶平安无事回来的话，我保证呢一定带2只烧鸡来请大家吃啊，帮帮忙。可能2只烧鸡不够，大家不够分，我再带多1只烧出来啊。大姐，她在干什么？是不是跟那些东西讨价还价？要一正一反才是圣杯。哦，那是不是他们就同意了？好，我再买一座有游泳池的condo来给大家住。还不行啊！这样吧，我再请一台大戏来请大家看啊。还是不可以啊！
这样吧，我好了，不要再求了。不可以的，这种东西一开始不可以结束的，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才行的。救我这条命好了。不行，耀也是救我的命，怎么可以救大姐的命呢？她是我妹妹吗？我来。她是我老婆，我来。我以前很讨厌阿明的，觉得他有粗鲁，又没有文化，在新加坡讨不到老婆，就跑去贫穷落后地方买一个女人回来，除了要当传宗接代的工具，还要做免费劳工。不过今天晚上看到他要用自己的性命换取你四姐的健康，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蛮有良心的。虽然这只是个誓言，不过他是信鬼神的，要他发这样一个誓那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。你说是吗？我不知道你四姐爱不爱他，不过看得出他很爱你四姐的。我想人都是有感情的吧，你会为了你爱的人牺牲一切，甚至是性命，就像大姐还有阿明。爱真的是很奇妙，真希望你四姐能知道有这么多人在爱她，能快快好起来。会的，四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原来你没睡啊？哎呀，我听你一直翻来覆去的声音，你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。所以你就装睡偷听我说话，你坏啊你！小慧，我也愿意为你付出生命啊。姐，我看你昨晚一整夜没睡好，不如今天休息一天吧。今天有人订了50包饭，我总得去做给人家吗？那我去帮你咯。不用了，你看住晶晶吧。柔柔说她今天会请假。刚才我有去摸她，她全身还是冷冷的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跟她盖了多一层被啦。平时这个时候，她已经起来准备跟我去巴沙了，还会一大早就泡好咖啡等着我起来喝。就算是伤风感冒发烧，她还是照样爬起来的。除非我叫她不用跟我去做生意，不然她没有一天敢偷懒的。你看她今天，
他真的爬不起来啊，就证明他真的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姐啊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啦，晶晶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昨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啊，等到天亮，好不容易闭上眼睛，刚刚想要睡，我就看见晶晶走到我床边，叫我大姐啊大姐。我很开心啊，以为她已经好了，就赶快睁开眼睛看她。哪里知道她的脸色还是一样的苍白，而且她全身还是湿湿的，一直在那边发抖啊。我就赶快倒了一杯热水要给她喝，她一直说她不敢喝，不敢喝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刚刚喝了一碗很辣很辣的汤，她现在的喉咙啊好像在烧一样啊。她说她感觉到一下子冷，一下子热。她说她很辛苦啊，然后就转头走了。不管我怎么叫她，她都不回头啊。都怪我了，要不是我在下拼那天，我淋了她一整身的冷水啊，还给她喝了一大碗很辣很辣的酸辣汤，我还逼她喝。可怜晶晶，她不敢不听我的话。还真的把那一大碗的汤给喝下去啊！是啊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怎么能不怪我？要不是我，他不会这样的。你记得吗？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不是一直在那边流汗吗？那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了。天气又不是很热，而且我们店里有风扇啊，为什么他会一直流汗流不停？啊，原来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不舒服了。我不但不管他，还跑去吃什么皇帝餐了，吃了一个晚上还不够，第二天晚上又跑去吃。你说我这个大姐是怎么做的？连自己的妹妹死活我都不管了，我是怎么做人家大姐的？哎呀，姐，没事的，不要这样了。婉婉，婉婉，你要最贵。嗯？你不是叫我每天打包20个的吗？哦，我一时忘了。咦，你妹妹呢？她今天不舒服，在家里休息。哦，谢谢啊。你醒醒吧，你醒醒吧！好了，叫你喝就喝啦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喝完了。但这真的很热，不饿了。已经病成这个样子，都是我害的。还整天吃。这大肥婆，整天吃不够吗？什么时候才吃得够？还吃不够吗？吐出来！啊，来多少？ 5块钱。谢谢。谢谢。妈咪啊，你别抢那么多东西了，我赚的钱不是很容易就吃完了。什么？你赚的钱？母女两个说这种话，是不是人呐？
多吃一点，要不然啊，你眼睛怎么有营养？我的眼睛又不是没有营养才看不见。哎呀，多少关系啦？就是那一次啊，你连吃2个星期的快熟面啊，突然间说眼睛蒙蒙看不到东西，你呀、花你一点点钱就呱呱叫，吝啬到死。不是啦，这次你回来整天睡啊睡，睡醒了你就让我给你打包吃，吃饱了又睡，你睡了3天3夜，我都没有去赚钱。我现在只剩下228块钱了。我们只有2块钱的时候，日子还不像过，更何况现在200多块，你怕什么啊？不是啦，花钱有计划的吗？你看，下个星期我们要给阿婆80块钱的房租，我们还剩下148块钱。你不在的时候啊，我一天花2块钱，现在20块钱啊，2、7、14，剩下钱我们只能够花7天半。还有7天半，你怕什么？钱花完再去赚啦。你不是很会下棋的吗？吃完了再去下棋。不是那么容易的啦，是个妈咪帮我找的对手。什么妈咪啊妈咪啊，我才是你真正的妈咪啊！你再吃完，带我去找他，我把他骗你的钱偷拿回来。不可以啦，这样他就不给我找对手下棋了，那我也不可以赚钱。不靠他会死啊！我这个妈咪来帮你。要吃什么吗？不吃了，我又不是猪，一直吃一直吃。哎呀，你很会顶嘴哦！我好心啊，怕你没有营养，你当我在放屁呀？哈！我也不知道他所生的是什么怪病，总之呢，整个人就好像给鬼迷了，不说话，不吃东西，也不喝水。去看医生呢，医生还说他没事。疯狗在那边呢，走比较好，不然等下被咬。哎，宝贝，喝咖啡啊？买东西啊！哎呀，不要假假了，个大男人来巴上买东西。不可以咩？来来来，你看，我们来做东西，来吃。哎呀，干嘛？你怕我吃掉了你啊？我有生意给你谈吗？哎呀，不要拉拉扯扯的啦。来坐啊，哎，喂，你不要这样瞪着我啊！是你妈拉我坐下来的啊！哎呀，不是这个样子啦，他眼睛不大好，要多看几眼才看得出的。不用啊，他脸上那么多痘，谁都认得出。好了妈，你这个小孩年纪小小，讲话怎么那么像你妈啊？好的不学，坏的乱学。你要抓我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哎呦，你干什么啊？没大没小，他抓你干什么？还不是为你好，怕你给人家骗。你眼睛啊，这里有问题啊，好人坏人都看不出，还不讲歌，还不叫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他眼睛不好，你还这样对他？不是的，小孩子要从小教才会学坏。哎，要喝咖啡啊？不用了不用了，你有屁就快放吧。其实啊，这几天呢，我帮你想很多做生意的法子嘞。喂，我没有请你做我的顾问哈。不要这样说嘛，大家是 friend。我看啊，你做生意没钱赚，不是帮你想办法咯。我 Maggie 啊，跑过很多地方啊，还有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呐。你不要看我年纪轻轻啊，我经验很丰富的。那间外店呢，应该给我亲自出马。你那个拍档啊，又丑没身材，摇起歪歪茶像德国一样啊。你看我摇起歪歪茶，他呢都很心练，歪歪茶，摇。哎呀，你坐下来啦，丢人现眼，真是的。听我说，你趁早把那丑八怪踢掉啊！喂，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人家贴钱把你的女儿找回来，你还在这里讲这些话？我说的是事实吗？而且啊，她老公对不起我们母女俩，她弥补一下也是应该的嘛。豪哥，我看你人够好，这想帮你吗？你们这对狗男女狼狈为奸，一定是要搞些什么阴谋诡计。大家合作做生意有什么不好？像你这样死板板做生意，怎么会赚钱？你按摩店呢，我 import 一些美女过来帮你们按摩，还有 provide 一些 extra service。哎，你不要害我啊 ！extra service。哎呦，你不要想歪啦！我说的 extra service 啊，是美女泡茶，用鲜花洗脚，还有一边按摩一边唱歌。你的鱼店呢，我想派一个波霸去帮你的忙，一天做3个小时，他能卖多少就抽多少。还有你意思意思，给我3、4成就行了啦。3、4成意思意思，你神经婆就是神经婆啊！喂，毛病啊，你考虑一下，跟我合作，你赚大钱的，我等你答复我哈。妈咪啊，你不用等了，没有一个男的会这么笨的。你呀才笨呐，叫人家妈咪啊倒贴钱，快点吃啊，吃
吃完找那臭女人算账啊！他每天10点在那里等我。那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在那边等他，我去埋伏，快去。你怎么那么多天没有来？我没有空。哎呀，以后没有空啊就 SMS 我，害我白跑了3天呢。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赢了钱啊，我要多分50块钱，弥补我这几天的损失。哎，来，咱们进去，红山，来，走。Excuse me， 听说他会下棋呀？她是我女儿，下棋很厉害的。那你是不是常常大家到处去赌棋呀？没什么，我们玩玩而已。我也想玩玩嘞。你也想玩啊？好啊，我们一局是50块钱。50块那么少啊？500块啦。什么？500块啊？是啊。好啊，500块给你啊！你干嘛打人啊你啊？还杀人啊！你干嘛？臭女人！你到底是谁骂你？我是谁？哎，我是他妈！叫我女儿去赌气，她叫你妈，臭女人！你周宇帮忙！输了！周宇帮忙啊！快点啊！这是你妈的，滚一边认呐！对不起，双鹰起飞。把你骗来钱，吐出来！就我的琵琶，我拿给你，我再拿给你啊！滚蛋啊，臭女人！你等着瞧！来啊，怕了你啊！我一定给你好看！哼，臭女人！100多块而已，便宜你了。妈咪，我们还要去赚钱吗？当然去啦！刚才问说要去红山，现在去。走。那，我女儿说，她只要走3步就可以赢她，谁要跟她赌？我。那好。如果他走3步赢，我就赢钱；他3步不赢啊，我赔钱啊。3步0赢咩？这么容易？那好啊，跟我赌啊！来，你要下多少？赌就赌20。好，20。还要第二借我饼。20，还有谁？你呢？我10块。10块，还有谁？我是20。安哥人多少？30。30。哇，你们这些新加坡的老人这么有钱啊，还整天 complain 钱不够用。我们怕你没钱赔。我没钱赔，哼。赔不起啊！我就跳脱衣舞给你们看。好啊！可以开始啦。可以。那开始。第一步。好棋，不过吓不倒我，我退。看来你要去跳脱衣舞。哎，行不行的？不要吵我啦！好啦，那，慢慢想。吃香。姜。哎呀！哎，这是赢了。赢了！哇，来，钱来，买。哦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看病。哎，这边在偷拍呀！给钱啦！那个卓妍玲，这位小妹妹是你的什么人？她今年几岁？你为什么会利用她跟人家赌钱？不要问了，关你什么屁事？不要再问了，你不要再拍了，哎，走开啊！拍张照。哎，讲一讲。要拍了！哎，不要跑好不好？小姐。啊，行了，没跟上来了。喂，但很爽啊，还不丢掉？我是Powerpuff Girls。Powerpuff你的头啊！
这些记者吃饱没事做，哼！我看就是那臭女人害我的，我揍她屁股烂掉啊！妈咪，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要上电视啊？你很想上电视啊？是啊，那我们就可以当明星喽。是啊，上了电视当了明星啊，看以后还谁跟你赌气呀？那就不赌了。如果我赌的钱被你拿走，又去跟艾伦叔叔在一起，你又不要我了。你敢这样说我，你呀？不是咩？你有钱就去找他，和他在一起。可是他又不喜欢我，所以你也不要我了。如果你没有钱的话，他肯定不要你，打你骂你，你还真笨啊！喂，我是你老妈，你搞这样是我？对，我很爱男人，那你跟我干嘛？好不容易啊，帮你找到老爸，你偏不要跟他，自己笨到像猪一样，还敢说我？我打死你啊！哎，我还没有打你就哭，爱哭鬼！我希望我们有很多钱，不然的话，你要跟他在一起，就不要我了。我要跟你在一起。汉娜，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20算了哈。不会的啦，我是有 super power 的 Powerpuff Girls， 我会来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伤害的。那好啊，前面有坏的人，快冲啊！好啊，冲啊！耶 ，I'm coming！ 耶！喂，要跑这么快，跟不上啊！喂，要跑这么快！怪不得那个女的会上门来找我麻烦，原来是那个王八蛋书豪在背后搞鬼，还硬要我吃死猫，说那个小女孩是我的亲生骨肉。幸好我没有那么笨，要不然呢，真的不知道会给这对狗男女敲去多少钱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在一起一定会有什么阴谋诡计。我还偷听到他们说那个女的，我们一起赚大钱好不好？他们能够赚什么大钱呢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去抢银行。哎，怎么那么痒啊？玲玲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在账目方面最好是看紧一点，千万不要给这个狗男女啊吃到连骨头都没有的剩了。人家的事你就少管啦，好心你啦，不要坐在这边一直抓的，别人看了哪里敢来买歪歪茶？哎呀，现在又没有顾客，你不要管我的脚的事情好不好？现在我在跟你谈这对狗男女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听到？不要开口闭口就叫人家狗男女好不好？说狗男女有错吗？这个姓苏的他非礼你，他跟猪狗有什么不同啊？而且现在又跟这个大木瓜搞在一起，居心不良。你怎么知道人家居心不良？你大姐不是每天讲啊，用屁股想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个姓苏的他是一个七狗北，而这个大木瓜他最厉害的就是挖男人的钱。那你以前一定是给他挖了不少钱哦。喂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讲话的重点呢？人家就快要打上门来了，你还这样迷迷糊糊。什么打上门来？人家要合作做生意是他们的事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怀疑啊，他们想要赚的就是我们的钱，而不是别人的钱。他想吞掉我们这间店。你要搞清楚，这间店是阿豪的，这只是吞了，是他在吞他自己的店。谁说是他的？当初他这间店呢，很快就要倒闭了，他求你来接手。你来了之后，这间店的生意马上好了几成呢，从亏本变成赚钱了。现在就连王鄙人也来光顾我们的店。我们现在的店每个月随随便便都赚8、9千块钱呢，这到底是谁的功劳？还不是我们从早忙到晚。你还好意思说是我们？你整天来这里啊，不是讲人家的是非，就是在那边挖你的臭脚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每次提到这个王八蛋，你心里就很不舒服。你到底是站在我这里，还是站在他那边呢？刚才我说到哪里？我是说啊，这间店的钱是我们赚的，这个王八蛋时间一到就来分钱，每个月啊什么都没有做就分了5、6千块钱啊！现在可能是看到我们这间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就连我们这一半啊，他也想吞掉。哼，他是一个卑鄙小人。你如果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当初如果你听话的话，给他摸，给他抱，甚至跟他上床。喂，你不要越说越难听啊！
总之，如果当初你好好听话，他还可以让你继续下去。谁知道你这样不听话，好，他现在千方百计就是要把你给砍掉，由那个大木瓜来取代你。做人醒醒吧，整天执迷不悟。现在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好好的研究一下怎么样展开反击行动，然后呢，巩固我们的实力，然后再赚大钱。我才不管这些啊！反正我现在每天勤劳工作，3餐温饱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。现在每个月能拿4、5千块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以前在银行做的要死，才只不过拿1000多块。哼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说过，人往高处爬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远见、没有志气的话，怎么会成功呢？照我说，我们应该尽快把这间店给顶下来，然后再向银行贷款，开多几间分店。从10多种口味变成100多种啊！你有没有听说过，人家卖面包都能够卖到发达？我就不相信我们卖 YY 茶不会卖到成为千万富翁。好了好了，我没有时间听你讲那么多废话，我要赶回去看晶晶。你没事的话就留下来看店，多一下子 Candy 就会来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如果有人要买 YY 茶的话，你叫他5分钟之后再来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要等5分钟啊？我自己不可以泡给他吗？你都不会。啊？谁说我不会？我每次来这里都是自己泡给自己吗？我是说你不会跳 YY 舞啊，那些小孩子喜欢看的。歪屁股，歪嘴巴，谁不会？安迪，YY 茶一杯，要 strawberry 的。哎，安迪没有空，安哥弄给你。啊，为了我们千万事业啊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在你还没有开始之前啊，去洗你的手啦。嘿，安哥的手是干净的。喂，刚才你用手啊抓你的脚，脚板那么黑，去洗啦。等一下啊。你有没有教 YY 舞啊？屁股歪歪，嘴巴歪歪，眼睛歪歪，鼻子歪歪，耳朵歪歪，全部都歪歪。咦，这么难看，我不要了。喂，不要买要还钱。哎呀，算了啦。如果你真的要把生意搞好的话，先学 YY 舞吧。我要走了，你记得等 Candy 回来啊。啊好。嘘。怎么不进去呀？哦，免得难看。怎么不进去呀？哦，免得难看。对了，我看到你跟黄碧仁拍的照片，拍得不错。对咯，还好那天 Candy 有拿照相机来。我进去拿账簿给你了。啊，不，我今天来不是要看账目的，我是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听到荷兰村的人说，晶晶得了怪病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荷兰村有多大？对了，晶晶是不是他们所说的不吃不喝不讲话，连人都不认得了？就是咯，昨天晚上他回来，我们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，带他去看医生，可是医生说他没有事，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柔柔今天请了假在陪他，可是我还是不放心，想回家看一看。哦，其实今天我来找你呢，是想告诉你，我认识一位气功大师，他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呢是很有一手的。我想叫他去看一下晶晶。啊，好啊，如果能帮到晶晶，那是最好了。那我现在去了哈，你在家等我哈。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其实我谢谢你才对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都不敢在荷兰村出现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给你电话哈。拜拜。
八姑阿明，我昨晚听到阿明跟我说晶晶的事，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。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？是啊，我妈相信啊，晶晶是遇到了肮脏东西，所以一大早去找了个法师来。等这个法师做法过后呢，晶晶就会没事了。八姑你有心了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我问过大姐了，大姐说八姑也是一番好意，所以我就让他们进来了。不过我觉得根本都不能扯到鬼神身上啊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什么都要试试看呢。对了，晶晶怎么样了哈？我喂她喝粥，她根本都不想喝。我看这样下去，四姐很快就虚脱了。我们还是把她送去医院打点滴吧。等大姐回来再说吧。去啊！来，你们过来。哦，师傅，什么事啊？这个拿去屋子外面化了。那这个泡一盆水，帮他妈妈生，病人将会没事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师傅。放心。好了，晶晶没事了。师傅啊，谢谢你，这个给你红。如果有事我再找你哈。哎，有事先去看医生吧。哎，我得走了。慢走哈，好，谢谢。师傅再见。谢谢你，师傅，谢谢。晶晶有希望了。晶晶啊，二姐现在帮你擦擦身体。晶晶，你要听二姐的话，要振作起来。如果你觉得现在你不想结婚，我们都可以商量的。阿明又不是一个不明白事理的人。至于大姐呢，你不要看她每次骂你、打你的，她最关心的就是你了。其实，大姐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她的心真的很难受的。昨晚，她一直留在你身边陪着你，到今天才休息了一下子。还有柔柔、小慧，他们也轮流起来陪你。晶晶，四姐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不要让所有关心你的人伤心。晶晶。八姑，你来啦！婉婉，你回来啦！你有心啊，放在自己的地方摊不做，跑来看晶晶。怎么说啦？晶晶也是我未来的媳妇嘛。大姐，刚才道士有来过了，他说呢，只要给晶晶用红花水抹身体，再把那些符烧了，晶晶就会没事了。对呀，你别担心啦。哦，我先去开档了，阿明你就留下来哦。哦。哎，阿明啊，我看你陪你妈妈回去吧，她一个老人家，没有人帮她怎么行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们有什么事叫阿明去办就可以。我少卖几盘没关系的哦。那我送你啊，八姑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不用了啦，不用客气啦。来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啊！哎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我们是来给晶晶念经的。什么？没想到晶晶就这样走了。哎，你放什么狗屁啊！乱说话！哎呀，我看到他们两个穿到黑麻麻的，又要说给晶晶念经，所以，哎呀，你们两个这边又没有人孔卡条，念什么经呢？哎呀，大华，好心你别乱说啦！我和菜头叔啊是特地下来念经，帮晶晶啊消灾祈福的，希望她早日康复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呢？对呀，晶晶可是个好女孩啊！我从她13、14岁开始就看她长大的啊，而且她每天风雨不改，一大早就跟大姐去巴沙。现在的女孩子哪里像她这么乖的？而且她还常常给我们增资，让我们发了一笔小财。是啊，巴沙里的人啊都希望晶晶赶快好起来，所以我跟菜头叔今天特别提早收档，赶来这里念经祈福的。你们跟巴沙里的那些人呐，整天就是想买马票发大财。你们所念的经灵不灵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豆芽嫂，不要管这个人啊，整天乱翻篇，我们进来吧。怎么样，可以进去吗？进来，进来。好。哎，柔柔，晶晶怎么样了？四姐还一直昏睡。还没醒啊？哎，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跑回来啦？
田你一个人在就够了，那么多人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你的这个工人呢，有空的话要好好的讲讲他，说什么我也是半个老板啊。刚才我只是跟他拿5块要吃午餐，他竟然不给我。是我吩咐他这么做的。生意归生意，可是店里赚来的钱都不是我们的，不要说5块钱，1分钱都不能动。对对，不能拿，最好是全部给德哥拿去。对了，怎么还没有准备午餐呢？你没看我们为晶晶的事忙吗？我们没有煮啦，你自己去煮面吃啊。哎呀，为什么要这样紧张兮兮？晶晶她根本没有事情啊，她是被你们搞来搞去呀，搞到不死也半条命啦。你可以说几句好话嘛。我讲的是实话，如果你不喜欢听的话，你就不要听喽。二姐，我们在楼下碰到豪哥，他带了一位气功大师。我知道了，阿豪。哎，玲玲，他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位气功大师，我们都叫他林师傅。我的脚底按摩就是他教的。林师傅啊，还是我的同乡呢。林师傅你好，谢谢你来啊。别客气，病人在哪里啊？他在房间，我让你过去。姐啊，姐。师傅你好，麻烦你了。要不要叫他们先暂停啊？不必了，让我先看看病人。我这个气功大师啊，只要他一发功啊，我们20几个人都会觉得有一股热气迎面而来啊。更不得了的是，我们的身体啊不由自主的可以左右摇摆。这么厉害啊！哎，还有啊，听说这个气功啊，来到最高境界的时候，可以呼风唤雨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太夸张了吧？哎，不过呢，我的师傅也说过，不要把这个气功给神化了。最重要是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看。阿豪带了气功大师给晶晶治病，大师在房间里面。什么大师？大便还差不多。你不要那么笨呐！现在很多人呐，动不动就讲自己是大师啊，专门装神弄鬼的，骗财骗色。通常呢，他们是几个人呐，一起合伙串通好的。一个当大师，另外2个呢就跟着吹牛了，把这个大师啊说到他的法力无边啊，功力天下无敌啊，不但能够呼风唤雨啊，而且还可以千里传功啊，比神仙还要厉害。去吃你的面呐！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听我说话，不过我说的都是真话啊！你看，不相信的话可以听新闻啊。很多人呐就是这样被骗的，还有很多女人呐，她们不但被骗了钱财啊，而且还被骗了色呢。尤其是你啊，最好是当心一点，小心人家第1次下手不成，现在来第2次呢。清新的空气，终于能再次呼吸，深深的相信战争有一天会平息。脑海里总想起，像空气快飞起，飞在天空里，享受难得的自己。眼前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可理喻，放下你的忧虑，跟随着我的节拍。只要你心有